家里破产欠债，需要偿还巨额债务。为了养活妈妈和妹妹，我成了见不得光的情妇。妹妹病好后，却怪我不知廉耻，做了她未婚夫父亲的情妇，让她生生和爱人分开。只是她忘了，她尿毒症需要高额治疗费，我是为了筹钱给她治病。妹妹怨恨我，在我的汤里下药，生生看我疼死过去。再睁眼，我回到了妹妹重病，母亲求我想办法时，这一次我再也不会为了他们牺牲我自己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酒精刺激着我的肠胃，我趴在卫生间一个劲的呕吐，身后妈妈和保姆吴妈在我的房间里一个劲的翻找，妄图从我房间里翻出值钱的东西来。可惜了，翻找许久，房间里除了被子、衣服，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。我的意识逐渐清明，这一幕发生在爸爸刚死不久，家里的钱都被拿去还债。妹妹刚确诊尿毒症那天，我捂着已经不再绞痛的腹部，被毒死的感觉似乎还残留在身上。我吐得更加厉害了，直到吴妈用手扯住我的头发，将我拖出卫生间，我才意识到这一切不是我死前的回忆，而是真实发生了。我重生了。宁宁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家里1分钱都没有了，你妹妹的病那可是要命的。妈妈坐在屋内的沙发上对我哭诉，上一世也是这样，家里破产，妹妹重病，她什么都不管，只会一味地跟我要钱。我洗了一把脸，从卫生间里出去，看向穿金戴银的妈妈，她身上还穿着爸爸生前给她买的高定套装，打扮精致，如同一个贵妇人。精致的妆容，就是面带愁容时也是美丽的。反倒是我，才18，看上去面色蜡黄，手指粗糙，不见半点青春色彩。我刚从夜场回来，脸上浓厚的妆容已经掉了大半，包里赚来的几千块早已经被妈妈翻走。我们把别墅卖了吧。我胃里不舒服，无力地倚靠在沙发上。听到我要卖房子，妈妈一下子就炸了，大声呵斥我：卖了房子，我们住哪里？这可都是你爸爸留给你弟弟的。那把你那些名牌包包和首饰卖了吧。我嗤笑一声，目光对上妆容精致，手上还戴着鸽子蛋的妈妈。上辈子为了维持她的体面，家里穷到没有1分钱，她的珠宝首饰一样不能卖，反倒是还将我卖身拿回来的钱拿去卖奢侈品。她说自己精致了一辈子，老了也不愿意失去这份体面，这更不行了。这些都是你爸爸留给我的念想，没了这些，你这不是要我的命吗？妈妈又在哭泣。我摊开手，那就没办法了，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。重来一世，他以为我还会傻到为他们付出一切。你就不能去借吗？你爸爸活着的时候都会带你去见那些合作伙伴，总有一个是愿意借我们的吧？妈妈说着对我上下打量起来，见我一脸的浓妆不满的皱眉。她一直都反对我去酒吧上班，觉得失了将家人的体面。可我一个刚高考完的学生，能去做什么？我白天去饭店里做服务员，晚上去酒吧里喝酒，喝到胃出血，只希望能多卖出去1瓶酒。正经公司一听说我是破产江氏的千金，都把我拒之门外，墙倒众人推。江家以前有多风光，现在就有多落魄。要是能借到钱，上辈子我也不用委身于比我爸爸还大还有变态癖好的老男人。妈妈，你怎么不去跟舅舅借？爸爸活着的时候，舅舅以投资的名义跟爸爸拿了不少钱吧？现在也是时候还一点了吧？我话音刚落，妈妈那边语调大了几分。你舅舅家里过得也不容易，那些钱都是你爸爸自愿给的。
怎么能说是借呢？说完，十分不满地瞥了我一眼，对我的嫌弃十分明显。我冷笑，什么都不能卖，那只有我是可以的了。我没有说话，趴在床上闭上眼睛。酒精让我头疼得厉害，实在是没精神应付他们。吴妈在我妈的示意下，将我从床上拽起来，动作粗暴。她从小对我就这样，似乎我不是这个家里的大小姐，而是奴隶一般。我反手过去就是一巴掌，打得吴妈往后踉跄了2步。妈妈一看吴妈被打上前，给了我一巴掌，斥责我不尊重长辈。我捂着脸，不敢相信，上辈子我对他们总是逆来顺受，从来没有过反抗，自然不知妈妈会为了吴妈一个佣人打我。你就这么恶毒，眼睁睁看着你妹妹去死啊！妈妈恶毒的眼神吓了我一跳，让我觉得无比陌生。我能有什么办法？我低下头，我不过一个刚高考完的刚成年的孩子，上辈子为了他们，我明明考上了重点大学，却没去，赚来的钱都给了他们，只为了维持他们富贵的体面生活。他们踩着我的身体活在云端，只有我一个人活在淤泥里。吵闹声引起了弟弟的注意，我那个傻弟弟站在门口一个劲地叫好，鼓掌。上辈子也是这样，妹妹下毒害死我，傻弟弟站在我身边，用脚踹我，让我去给他卖蛋糕，直到我活活疼死，他依旧在踹我，想踹我起来卖蛋糕给他。从小妈妈就说弟弟的傻是我在他小时候给他喂了过敏的食物导致的，我信了，因此我对弟弟总是多了一份愧疚，有好吃的都让给他，不断地找人给他治病，希望他好起来。妹妹从小讨厌他，欺负他，每次都是我保护他，可每次他都会跟着别人一起来欺负我，把我当成出气筒。爸爸死后，整个家都在吸我的血，眼见在我这里实在拿不到钱，无论是哭诉还是逼迫，我都毫无反应。妈妈也怕把我逼急了，不管这个家，爱怜地抱住我，伸手抚摸着我的头发说：“宁宁，你别怪妈妈，妈妈也是没办法才这样逼你。妈妈只有这种时候才会柔声跟我说话。我一贯吃软不吃硬，她知道这样做我肯定会心软去筹钱。上辈子的我就是这样，妈妈只要愿意这样抱抱我，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。上辈子，今晚妈妈一直哭诉，逼迫我拿出钱来救妹妹，见我没办法，也像现在这样温柔地拥抱着我。我太缺爱了，为了妈妈开心，妹妹能活下去，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去了沈宅，找到沈耀，他是我爸爸的生意伙伴，不知道因为什么得罪了爸爸，爸爸断了和他的合作，并一直打压他们沈家。沈耀在爸爸的葬礼上找过我，说我要是跟了他，就会帮我还清债务。我骂了他一顿，将他赶走。妹妹生病，我不得已求到他面前，在他一通羞辱下，我成功拿到钱，并得到他为我家里还债的承诺。当晚我是被他压在身下时，将钱打给的妈妈。妈妈收了钱，说我是她最爱的女儿。从小妈妈对我就极其冷漠，为了得到她的认可，她说什么我就做什么嘛，听话的好像一个只听从她指令的机器人。我将从沈耀那里得来的钱都给了妈妈，妈妈拿着我的钱依旧过着贵妇的生活，没钱就向我伸手，却从不问一句钱从哪里来。我怕她担心，也没提过沈耀的事情，直到我死，怨恨的依旧是下毒害死我的妹妹。妈，你爱我吗？我忍不住开口，眼前的人是我爱了18年的妈妈，上辈子我做的一切只是想换她对我微笑一下。妈妈愣了一下，随后皱眉厌恶地看向我，眼里从来就没有对我的爱意。宁宁，你最懂事了，妹妹的医药费和家里的债务只能靠你了。
是妈妈没本事，没办法保护你们。”妈妈说着，眼泪从脸上滑过，柔弱模样看了直叫人心疼。我抬手擦去妈妈的眼泪，上辈子一味想得到爱，所以身在局中看不清。如今死过一次，才知道无论我做什么，都得不到他的爱。妈妈，我会想办法的。我假意服软，心里早就有了其他的盘算。妈妈闻言，目光比之前多了几分真意，看着我脸颊上的红痕，说了几句安慰我的话语，以及她的身不由己。说完后，便带着吴妈离开了。吴妈朝我啐了一口唾沫，我肯定妈妈看见了，但她并未阻止。我是江家大小姐，却是可以被佣人随意欺辱的存在。只有爸爸在时，他们会把我当成大小姐。爸爸工作忙，总是不在家，家里是妈妈管事。我告诉爸爸被欺负的事情，爸爸惩罚他们后，当爸爸不在家，我会被欺负得更惨。久而久之，我就不敢告状了，只能小心讨好妈妈，来让我在家好过一些。我走进浴室，洗去一身污垢，换了一身干净衣服，看着镜子里白皙细嫩的皮肤，才知道自己真的回来了。沈耀自己不行，便换着花样的折磨人。和他在一起那几年，我身上几乎没有一块好肉。妹妹微信上给我发了很多消息，拍了很多张她虚弱的照片，还有她哭泣害怕的视频。上辈子看到这些，我只觉得难受到喘不上气，恨不得帮妹妹承受这些。这辈子我只是冷眼看着。妹妹那边许久得不到我的回复，开始破口大骂起来。她从来都不尊敬我，只有向我伸手时才会给我几分好脸色。我没有回复，锁上房门，从床底翻出来一个箱子，里面是这栋别墅的产权证明。重生利用信息差是我的金手指，我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拥有和沈耀对抗的资本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就带着房产证出门了。这栋别墅是在我名下的。上辈子我不想妈妈妹妹租房住在逼仄的小屋子里，就是一分钱都没了，我也没有选择卖房。如今我手头没钱，这栋别墅是我最后的本钱。我没有找正规的地方卖房，直接找了 A 市地下市场的负责人强哥。如今也只有他们这种人敢接手我这栋别墅。我以低于市场价200万的价格卖给了强哥，至于家里的人，就要麻烦他去处理了。家里的债务早就还清了，妈妈那样说不过是逼我去赚钱拿钱而已。妹妹治病的钱，妈妈肯定是能够拿出来，只是舍不得那么多钱而已。有我这样的冤大头不用，他们又不傻，但凡我早些看清，前世也不会过得那么惨。拿到钱，我去了一家快要破产的小公司，上辈子就是这家小公司研究出来的小游戏一夜爆火，市值增长了10几个亿。他们的老板是个有能力的人，只是被人针对。如今我拿着钱想要入股，无疑是给了这家快要倒闭的小公司希望，成了他们的救星。顾晨见我一下子投资那么多钱，并没有表现得很欢喜，反倒是劝我考虑清楚。在我带着钱出现以前，他连员工下个月的工资都发不出来。我看向眼前这个容貌英俊的男人，我上辈子见过他。沈家的酒会上，我被沈耀羞辱，他是唯一一个为我出头的人。他没有因为我是情妇而看低我，脱下衣服盖住了当时几乎赤裸的我。当时的他已经是商界炙手可热的人物，根本没必要因为我这种被人当成玩物的女人惹得一身骚。他的举手之劳保住了我岌岌可危的自尊。我调查过你，你的能力我是认可的，就算没有我这笔钱，你也能够度过这次难关，这点我没有说谎。与其说现在是他需要我，不如说是我需要他。不出1年，
他会成为沈耀都需要讨好的商界新贵。顾晨最终还是收下了这笔钱，给了我一部分的股份。我没有推辞。之后我还需要借用顾晨的名头来为我接下来的投资做挡箭牌。妹妹还在不断地给我打电话，医院那边催得急，有钱的妈妈却对此不闻不问。我没有理会手机上弹出来的信息，回家收拾东西准备离开。妹妹的病不只需要钱，还需要我的肾，我现在可不愿意为她做这些。我不杀她是我重来一世，想要读书赚钱，干干净净的活一次。我也想盛开在云端，报复他们。我有很多种办法，没必要把我自己也拖入泥潭。家里有客人，客厅里飘出茶叶的味道，我下意识后退，并不想进去。吴妈看见我浑浊的双眸瞬间被点亮，喜色跃然脸上，她冲着客厅喊了一声：“大小姐回来了。”妈妈温柔喊我过去。我双眼死死盯着沙发上坐着的沈耀，恐惧从心底蔓延开来。妈妈还在喊我，我只觉得通体发凉。夏天的烈阳里竟让我生出一身寒霜。我闭眼睁眼，意识到不是幻觉后，强迫自己镇定起来。这孩子，看见你沈叔叔怎么都不打个招呼呢？看我面色僵硬难看，妈妈上前拉住我，在我手臂上拧了一下。我身体已经麻木，僵硬地笑着喊了一声沈叔叔。眼下不是撕破脸的时候。妈妈拉着我在沈耀身边坐下，我下意识远离。妈妈眼神警告着我，将我强行按在沙发上。沈耀朝我身边靠近，拉起我的手放在他腿上，黏腻满是汗水的手附在我的手背。我只觉得手背上沾满了蛤蟆的粘液，我抽不出手。妈妈满脸笑意，丝毫不觉得沈耀是冒犯了我。我死死盯着妈妈，试图从她精致温柔的笑脸上看出点什么。妈妈移开目光，没有看我，只是给我倒了一杯茶。沈耀端过茶递给我说：“宁宁已经成年了吧？”这话像是询问，又是肯定。我不敢置信地瞪大双眼，整个人止不住颤抖。为什么3个字堵在喉咙说不出来？只是望着我爱了18年的母亲。妈妈没看我，笑着说：“我早就满了，这要是在她老家那边，15、16岁都可以结婚了。”我抬手打翻沈耀递过来的茶水，推开靠近我的油腻男人。这一刻让我无比清晰地意识到，我被卖了。江宁，你沈叔叔喜欢你，来看看你，你发什么疯？妈妈脸上有了怒色，安慰沈耀时还不忘对我说下这番话。吴妈从后面按住我，将我死死按在沙发上。沈耀自己倒了一杯茶往我嘴边递，已经没了先前装出来的慈祥模样。我挣扎起来，妈妈同吴妈一起按住我，哭诉道：“宁宁，你乖乖听话，就一次。你沈叔叔说了，只要你陪他一次，你妹妹的治疗费和我们家里的债都他来负责。反正女人都有这一遭，你放心，妈妈不会说出去的。现在没人会在乎这些的，以后你照样可以嫁人。”妈妈哭得情真意切。没人在乎，我在乎啊！上辈子我是自愿的，没有这一出。我以为这辈子只要我不去找沈耀，我就可以远离他。可我万万没想到，我会被我最爱的妈妈按着被灌下带了药的茶水。你们这样就不怕我报警吗？我几乎是绝望了，嘶哑吼出这句话。沈耀给了我一巴掌，说给我拍几张照片就老实了。宁宁，你不要怪我，我也是没办法。你不是江家大小姐了，这个家里已经没有1分钱了。我是山里出来的，再也不想过苦日子了，就当妈妈求你了。沈家很有钱的，你不会吃亏的。妈妈还在哭，可在我被灌下茶水后，我看见她上翘的嘴角。为什么？她是我的妈妈呀，可是我最信任最爱的妈妈呀。我没了挣扎的力气，呆滞看着天花板，
即使重生了，我还是逃不过命运吗？不行，我不能这样坐以待毙。我被灌入的茶水不多，药效还没发作。我看着一脸狞笑的沈耀，以及和他讨价还价的妈妈，他们都以为我中药没了力气，趁着按住我的吴妈没了力气，我翻身夺过桌上的水果刀，没有丝毫犹豫地朝着沈耀扎了过去，连同上辈子的恨一起朝着眼前的男人扎去。此时此刻，我只想要把屋子里的人杀个干净。我已经疯了，拿着刀乱捅，3个人都不敢上前拦我，只敢躲避。想起我包里的电击棒，我跑到门外，拾起我的包，拿出里面的电击棒，先是将沈耀电晕。妈妈见我不要命的样子，突然跪在地上，让我饶了她。我止住了动作，犹豫间，脑袋被人砸了一下。我回头对上吴妈凶神恶煞的眼眸，她因为害怕，并没有用太大力气，不足以让我晕倒。我打开电击棒往她身上挥去，没电的电击棒用足了全力也能将人打晕。我庆幸回家时买了这个防身的工具，不然我根本没有力气将他们全部打倒。妈妈在我脚边磕头，我没有丝毫犹豫将她打晕。懦弱的我重来一世也没想过要以这般惨烈的方式报复他们。我想的一直都是自保，可是他们都在逼我。我把3人拖进地下室，地下室里面有个笼子，是爸爸以前养的藏獒住的地方。我把3人关在里面。做完这些后，我只觉得身体一阵燥热，是药效发作了。和沈耀这个变态在一起的那几年，我吃过无数种这样的药，他自己不行，却非要折磨我。看着笼子里昏迷的3人，我有了好好折磨他们一番的想法。我一向懦弱，此时拥有了处置人生死的权利，倒是激发了我体内阴暗的暴力想法。我很想知道，为什么我的妈妈要这样对我？她不是一个没有爱的母亲，她对待弟弟妹妹是有爱的。妹妹住院，她一直在筹钱，不惜卖掉她最爱的珠宝首饰。这是我今天从妹妹发给我的信息里知道的。回来之前，我就在想，是不是我获得了爸爸绝大多数的爱，才让我的母亲不爱我。我还在反思擅自卖了别墅的错，我活该上辈子被欺负成那样。我这样的傻子，就只有被人利用的命。妈妈是第一个醒来的，她看见我用一双猩红的眸子盯着她，吓得不住求饶。这还是我那个优雅高贵的母亲吗？我笑了，撕心裂肺的笑容，比上辈子妹妹给我下药还要绝望。我死死盯着我爱着的母亲，只是因为钱吗？因为钱就可以把女儿送入比她还要大的老男人床上，只是因为钱就不顾我的死活了。我绝望地朝着母亲大喊，质问她为什么。宁宁，妈妈错了，妈妈也是为了你好，妈妈是爱你的。妈妈伸出手想来抓我，此刻她终于知道怕了，对我的哭诉全然没有了虚情，现在全都是真的了。爱，我笑了，她爱谁都不会爱我。我是你亲生的吗？我早就想问了，可我从小就是妈妈照护长大的，家里也没有其他人生活的痕迹。爸爸那样好的人，也从未找过小三情人，一直以来只有妈妈一人。我偷偷去验过，妈妈确实是我的亲生妈妈，这让我更加绝望。为什么亲生妈妈要这样对我？你放了妈妈，妈妈和你一起去验血。妈妈很笃定。这一刻我再次绝望，多么希望不是啊，这样我就有理由伤害她。可是我现在只能把她关起来。妈妈，你对我哪怕只有对江萌一半好也行啊。我想起刚刚还在和我炫耀的妹妹，妈妈把一切好的都给了她和弟弟，不过现在都不重要了。我看向一直装睡的沈耀，我现在恢复理智了，不能被这些烂人毁了我接下来的人生。上辈子我能够逃离沈耀，是我找到了他的犯罪证据。
我不是他第一个包养的情人，但我是唯一一个自愿的，所以我能在他身边活着。在我之前，还有无数个女孩子被他看中，拍下视频，逼迫致死。我逃出去，准备将证据移交警方，没想到被妹妹发现。她毒死我，拿走证据，只为了能够重新嫁入沈家。我原本是想偷偷收集证据的，不露面的情况下举报沈耀。妈妈，你知道吗？你口中的一次是我的一生。他这些年害了多少女孩子？我今天要是没有反抗成功，我将会是下一个这样的人。这让我感到羞愧。我想过明哲保身，不去举报沈耀，就当不知道这一切，重来一世，躲得远远的。等录取通知书一到，就离开这里，走得远远的去上学。我想过去那个我去了无数次的地下室，将那些女孩被欺负的证据拿出来。可我是懦弱的，我害怕。我说了一个数字，那是沈耀欺负过的女孩组成的数字光盘，知道的人很少。沈耀听懂暗示，装睡的人立刻醒过来，求我不要这样做，要钱要多少钱他都给我。看着跪求我的沈耀，我才看清上辈子困住我的恶魔，原来只是一个干巴巴的丑老头。他褪去了金钱权力的外衣，原来这般弱小。害怕吗？我也这般在狗笼里求过你啊！我看着他伸出笼外的手，一刀戳了过去，将他的手心贯穿。沈耀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这样说，不过此时疼痛已经让他无暇思考，只能哀嚎着求饶。我没有停手，抽出刀，看着上面的血，血红的刺激让我激动。我想要贯穿他的心脏，杀了他是我上辈子一直想做却不敢做的事情。我举着刀慢慢朝着笼子靠近，从栏杆的缝隙里瞄准沈耀心脏的位置。狗笼很大，可是现在住了3个人，沈耀根本无处可逃。此时我只想要复仇，杀了他们，我就是死了也不亏。沈耀看出我的企图，大喊道：“你爸爸的车被人动了手脚！”刀尖刺破他的衣服，停在他的血肉之上。他止住了呼吸，不敢动弹，只需要往前1寸，刀就入了他的心脏。我那般狠厉决绝，他知道我真的会杀人。爸爸的死果然不是意外。沈耀见我停住，放松下来，笼子里顿时弥漫出一股骚臭味。他被我吓尿了。你放我出去，我帮你找到害死你爸爸的人。沈耀想要以此来诱惑我，放他出去了，我可就危险了。我举刀想要再次刺过去，沈耀用没伤的那只手指着母亲说：“是他让人在你爸爸车上做的手脚，你要杀就先杀了他。”母亲被我凶残的模样吓得连连摇头，见我的刀转了方向，吓得赶紧开口：“不是我，是他想要占有你。见你爸爸不同意，才在你爸爸车上做的手脚。你爸爸死后，也是他逼我把你送给他的。”慌不择路下，他已经来不及思考，将一切都说了出来。爸爸是为了我才被他们害死的。我捂住心口的位置，疼得不能自已。是我害死了爸爸，他们都是罪魁祸首。沈耀一巴掌打在母亲脸上，冲我喊道：“不是我书房里有证据，你放了我帮你作证，不然你就是杀了我。你爸爸的死也会被当成是意外，家里没钱也是你骗我的吧？那妹妹的病呢？”我没有理会沈耀，将视线移向母亲。这一切不会都是骗局吧？听我提起妹妹，妈妈脸上浮现担忧，她恳求我不要伤害江萌，她是无辜的。那我呢？我就不无辜吗？是，都是我做的。宁宁，你别怪你妹妹，你妹妹还需要你的肾救命的。你只要救了妹妹，就是让我去死也行。母亲一个劲的磕头。这次是为了江萌，妹妹和我都是女孩，都是从她的子宫里出来的。为什么她从来不爱我？
妈妈把一切罪责都说了出来，只求我能够好好养妹妹和弟弟。我和爸爸只是她索取钱财的工具，妹妹和弟弟才是她的宝贝。我恨不得杀了母亲，可我又怎么舍得？只好把刀冲向沈耀。眼前一黑，我脑后一疼，瞬间失去了意识。我忘了家里除了弟弟那个傻子以外，还有个司机。入目是一片纯白的天花板，身下的床铺柔软的不像话，鼻子里有着自然的花香味，让我不自觉沉迷。我猛烈喘息起来，恐惧爬上我的心头。这里我太熟悉，是沈耀杀害女孩之前最后狂欢的地方。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身体还是忍不住颤抖。脖颈处有人在不停地啃咬着，我伸手去推，那人不满地甩了我一巴掌。沈周打完后掐住我的下巴，上辈子他冲进我的浴室，掐着我的脖子骂我是狐狸精。他说要是我威胁到他母亲的地位，会毫不犹豫地杀了我。他和他的父亲是一样的人，那些欺辱少女的录像里，他玩得比自己父亲都要花。我丝毫不怀疑他的话，对他能躲则多，他比他父亲要疯得多。我心里发怵，这里布置的越是温馨，就越是恐怖。面对沈耀，我还有几分胜算，毕竟上辈子和他虚与委蛇那么久，他的弱点我早已经看透。沈周和我并不熟，每次他都会用他那双阴恻恻的眼睛看着我，如同毒蛇一样。你很漂亮，这点我一直是知道的。我长在了沈家父子的审美点上，他们对我的欲望是不加掩饰的。他双眼不眨地盯着我，仿佛要将我拆骨吃掉一般。可惜了，老头不让我动你。他在我脸上又打了一巴掌，力道之大，我的脸瞬间肿了起来。上辈子沈周也跟沈耀要过我，被他拒绝了。沈耀可不是喜欢我，他只是觉得那样恶心。沈周架好摄像头，正对着我的位置，看着我的脸，还在感叹我的美貌。可这份美貌只能存留在这世上一天了。他满脸可惜，只是下一秒他脸上的可惜就变成了惊恐，手里多了一把水果刀，直直地朝着沈周刺了过去。我没有犹豫，刀刺进他的双眼。我讨厌他的眼睛，这里我比你熟悉。上辈子我想要逃离沈耀，被他困在这里1个月。这1个月里，我尝试了无数种逃离的办法，这里的一切都被我给摸清了。更不要说，我还是故意被他们抓进来的。水果刀我一直藏在身上，沈耀被我刺伤，以他变态的性格，肯定会把我关在这里折磨致死。我很轻易就在这里找到了被沈耀藏起来的罪证，以及一段他和我母亲合谋在我爸爸车上做手脚的录音。这里是他的秘密基地，这里要是没人带路的话，谁都找不到。这一切像是重复我上辈子未能完成的事情一样。如果当时妹妹没有下毒害我，沈耀早被抓起来了，那些受害的女孩子也能得到安息。徐叔叔带着警察赶到时，我正压着沈耀，匕首狠狠刺穿了他的下身。我被人拉开，徐叔叔将衣服穿在我的身上，他搂着我让我别怕。沈耀和沈周被警方带走时，我才有了痛哭的机会。我搂着徐叔叔大哭不止。徐叔叔是我爸爸的律师，爸爸葬礼上母亲栽赃徐叔叔对他欲行不轨，害得徐叔叔被舆论指责，妻子儿子都离开了他。我给顾晨送完钱后就去见了徐叔叔。上辈子我不愿意见他，以至于错过了我爸爸死亡的真相，导致我错爱了母亲。这辈子我重生第一件事就是和他取得联系，拿到爸爸留给我的财产，利用沈耀对我的欲望深入这里获取证据，这样才能将沈家父子2个人渣送进去。从我回家那一刻，这一切都是我和徐叔叔的局。
妈妈和沈耀商量好了，等我一死，就将我的肾换给妹妹。此时她正焦急地在医院里等待着。见我进去，她整个人都不好了，哆嗦着问我是人是鬼。我当然是鬼了，从地狱爬出来的恶鬼。见我不回答，眼角沾血，恶狠狠地盯着她。妈妈怕得后退2步。我没死，就意味着她完蛋了。这里是医院，不是你胡来的地方。妈妈声音带有颤音。我嗤笑她也有怕的时候啊。我将目光投向躺在病床上的妹妹，她从来都是不染尘埃的。妈妈和沈耀的事情，她不知情，一心爱慕着沈周。她以为是我的存在破坏了她和沈周的婚姻，殊不知我只是一个借口。妈妈是不会让她最爱的女儿入了虎口的。同样是女儿，她将妹妹护得干干净净，只有我被她踩在烂泥里还不够，她还想要我的命。我心里有无数个为什么，现在已经问不出口了。警察很快就要来了，和妹妹道别吧。我眼底没有一丝情绪，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个女人。我的一切不幸似乎都是从成为她的女儿开始。妈妈闻言扑通一下朝我跪了下去。她算计来算计去，不过是为了给妹妹换肾。她是真的没钱。她年轻时候跟过沈耀，沈耀有她的视频照片。她不和沈耀合作的话，她就会把东西传得到处都是。她害怕。沈耀答应过她，只要我爸爸死了，把我送给他，他就会把那些东西毁了。他不是杀害我爸爸的直接人，他只是透露了行踪而已。他知道我不会原谅他，如今他什么都不求了，让他坐牢也好，去死也好，只求我治好妹妹。我算什么呢？那我呢？我也是你的亲女儿啊！我控诉，眼角已经没有泪能够流出来了。妈妈抬头看我，她眼底对我没有爱意，只有恳求。他求我不要放弃妹妹。这一刻，答案已经不重要了。我是不会管他们的。妹妹搞不清楚状况，还以为妈妈是求我拿钱出来。她躺在床上咒骂着我，连日来的透析已经让她瘦得不成样，头发也全都掉光了。再不换肾的话，她活不了多久了。她这个模样让我想起上辈子穿着漂亮公主裙的她。一头乌黑的秀发被她挽成漂亮的发髻。她微笑着递给我一碗汤，说是她特意为我做的。在我喝完后腹部绞痛时，她居高临下地看着我，咒骂我，说我自甘下贱，为了一点钱就委身于老男人做情妇，用一种怨毒的眼神看着她的亲姐姐生生痛死在家中。这一次，我就让他看看没钱有多痛苦吧。明明一切都是我的错，萌萌是你的妹妹，你救救她。眼见已经没办法逃脱法律的制裁，他只能一个劲地求我。我进病房之前，他还在跟妹妹说，我要是死了，肾肯定会换给妹妹，到时候妹妹就不用死了。他偷偷存了一大笔钱，足够妹妹和弟弟幸福地过完下辈子了。至于我，他想的只是我的利用价值，本就知道他的绝情，可亲耳听到远比别人告诉我要来的让我绝望。那你去死啊！你死了我就救妹妹。我冷漠望向妹妹和妈妈，她们真是母女情深啊。妈妈犹豫了一下，妹妹喊了一声妈妈，这一刻所有的母爱都涌了上来。妈妈朝着窗户跑去，想要跳下去，被赶来的警察拦住。我苦笑一声，在她被带走前告诉她，我是不会管妹妹的，还有那个傻弟弟，任由他们自生自灭。徐叔叔让我不要难过。我问他为什么我不被妈妈爱着，同样是女儿，为什么我和妹妹受到的待遇一个天上一个地下？徐叔叔也无法回答。司机和吴妈也被抓了，抓他们的时候，他们正要带着傻弟弟离开这里。吴妈被抓时还在担心傻弟弟，让我一定要照顾好他，说他也是我弟弟。
是家里唯一一个没有伤害过我的人。我把傻弟弟送到疗养院，便没有再管。对于这家人，从来一事我谁都不想沾染。妹妹的住院费没了，妈妈手头的资产全部被我转移，妹妹一分钱都得不到。在我的授意下，她被赶出医院。她开始在网上哭诉我的狠心来。我把她对我的辱骂，以及妈妈联合外人给我下药的视频，统统发在网上。绝了妹妹网上求助的路后，她四处打听，想要找我，最后到死都没有再见到我。向来锦衣玉食的小公主，死在了脏乱的垃圾堆里。据说死前为了一个发霉的馒头，想要委身流浪汉。顾晨的游戏预料之中的爆火，我投资的那些钱全都翻倍增长，我投资的其他生意也开始有了收益。江家在我的手中慢慢活了起来，只是我身边再也没有一个人。我考入了北边的重点大学，我准备离开这座城市之前去了爸爸的墓地，也只有死去的爸爸是最爱我的。风吹过，将我带来的菊花吹散，漫天的菊花花瓣飘落到爸爸旁边的墓上。我看过去，那座墓的墓碑上竟然放着妈妈的照片。不对，照片里的女人比妈妈要明媚许多，名字和妈妈只差了一个字。看到她的死亡日期，我顿时泣不成声。是我出生那天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